李世民一把揪起自己的胡子，接着用刀将其割下，然后交给御医拿到油灯上烧成灰。原来传言龙须灰入药可以治百病，这可是龙须啊！将军的病一定会好的。谢陛下救命之恩。李世民凭借一撮胡子收买人心，而古人还偏偏最吃这一套。如今朝廷里的大部分武将老的老，死的死，正是后续无人的时候，李世民无论如何也要给儿子留下一个能打的将军。我选了很久，如果我有万一，你是可以托孤的人。陛下放心，臣绝不辜负陛下的嘱托。感动的李世继哭得稀里哗啦。要知道托孤的杀伤力有多大，你看看诸葛亮就知道了。这个信任程度放在古代，那可是要拿命去填的。李世继自然也不例外。报陛下，外面下雪了。李世民闻言赶忙走出去查看，看着漫天飞雪，李世民心中五味杂陈。要知道历朝历代的征伐漠北最怕的就是下雪，因为大雪会将草地覆盖，战马也就没有了吃的，再加上道路湿滑，粮食也不能及时送达。而且中原人又无法适应漠北寒冷的气候，如今也只有退兵这一个选择。可李世民心不甘，因为这次的目标是覆灭高句丽。眼下虽说唐军把高句丽的主力打散，但等日后他们重新聚拢，又是一股有生力量。可面对眼下这变幻莫测的天气和低迷的士气，李世民不得不退兵，而将士们同样是不甘心，毕竟离大功告成只差一步之遥。不退兵也没办法。陛下，整整1年的时间啊，难道你就这样放弃了吗？天不陛下，真的是要退兵吗？李将军，你也反对我退兵？不，我要说，陛下的决定是对的。李世继已经看到了这场战争的结局，他直言不讳地表示，如今留在漠北也已经是无用功，粮草补给不上，如果再被敌人断掉后路，我们很有可能连家都回不去。我们输定了，还留在这儿干什么？我们还有好几万将士呢。几万将士？我们仗已经打输了。几万将士留在这儿，等于是送死，留下的是几万具尸骨啊！有了李世继的劝谏后，李世民更加坚定退兵的决定。而这场憋屈的胜利，也是让李世民再次想起了魏征的好。他不禁感叹地说道：“魏征如果在，他会阻拦我出兵。回去以后，到魏征的墓前，以少劳祭奠，砸了的墓碑重新树立。魏征如果泉下有知，可以含笑九泉了，因为他的范言之剑在博取身后美名的同时，更多的是为了让大唐走向贞观盛世。而唐军即便已经下定决心班师回朝，但漠北寒冷的天气还是冻死了很多的军士和马匹。在经过一路的颠簸，大军终于回到了定州。虽说这次没灭掉高句丽是不小的遗憾，但值得欣慰的是，此战李世民又寻得1年轻将才，这人正是白袍小将薛仁贵。而太子李治得知父亲班师回朝，专门骑马出营30里。李世民此时虽然已经身心俱疲，但仍然不忘以身作则的教育李治。定州出发的时候，我说过再见面我才换下这身衣服，这几个月我没有换，你看又脏又破，他们叫我换上新衣服。我对他们说，将士们都穿得破衣烂衫的，我一个人穿新的。现在我告诉你，如果换上了新衣服，士气就没有了。回到行辕后，李世民疲惫地卸下战袍，太子颤抖着为老爹更换衣物，可没想到内衫早已和血肉沾连。生在温室的李治哪见过这场面，这让他既害怕又心疼，眼泪更是止不住地夺眶而出。别哭，不要哭！我说过，打完仗我再换下这身战袍，你给我记住，一个君王要说到做到。李世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帮助李治成长，也真算得上用心良苦。而反观李治也是非常的孝顺，为了让老爹好受些，他竟直接用嘴喂李世民息农。而等李世民回到长安没多久，又有一个噩耗传来，原来是凌烟阁24功臣之一的高士廉去世了，享年73岁。得知消息的李世民顾不上自身的虚弱，决定前去高府吊唁，但却遭到房玄龄的反对。自从北伐归来，李世民的身体就一直很虚弱，根本不适合再到处奔波。但李世民却坚持要亲自前往，因为高士廉跟他不仅是君臣，更是李世民的舅舅，而且还参与了玄武门之变。无论于公于私，李世民都必须要去送他最后一程。陛下，你要保重自己呀，陛下，不要去了，陛下。虽然房玄龄极力劝谏，可李世民却依然坚持自己的意愿前去吊唁。而当李世民来到高府门口后，正在灵前吊唁的太子李治赶紧跑出来劝阻：“父皇，您怎么来了？”我要看一下高士廉。李世民一把将儿子推开，不料长孙无忌紧随其后，也跪在了李世民面前。您刚服进食药，不要犯这个忌，不可以吊丧啊！我犯的忌多了，不在这一次。
让我过去看一下高士父皇廉。不能啊！父皇，陛下，您别碰这个记号吗？民间一直有个说法，伤病之人吊唁死者为大忌，会让病痛加重，威胁性命。长孙无忌死拦住李世民，说什么也不让这位妹夫以身犯险。可李世民真的想见高士廉最后一面，亲自为这位舅舅和臣子敬上一炷清香，眼看阻拦不住，长孙无忌当即就躺到了台阶上。陛下，您为什么变得如此顽固？魏征走了，你就不听人劝了。魏征在的时候，你言听计从。陛下，难道没有魏征就没有李世民吗？陛下，您得听人劝呐。是啊，魏征在的时候，李世民对他言听计从。自从魏征走后，李世民好像就再也听不进其他人的话。想到这，李世民也不再坚持进入灵堂为高士廉送行，只好在门口含泪目送这位功臣一番。随后回到两仪殿，萧雨又要开始弹劾大臣了，而他这次所弹劾之人竟是当朝宰相房玄龄。原来在李世民亲征的这1年时间里，房玄龄跟下面的官员终日相伴，关系亲密，大有结成一党的嫌疑。他们只是差一点没有谋反呐！太过分了！萧雨还以为李世民说的太过分是说房玄龄，却不知皇帝所说的正是他自己。因为萧雨的所为简直让李世民无语了。要知道，在出征之前，李世民可是任命房玄龄全权处理朝政。如果他不联合官员，又怎么处理朝政？难道关起门来自己一手一脚的处理朝政吗？所以不能因为这个就弹劾人家有勾结党羽的嫌疑吧？我这人不聪明，但是还没有像你说的好坏不分，中间不变吧。我没糊涂到那个程度，不过你还算一个忠诚的人。说罢，李世民不再搭理萧雨，而是扭头看向另一位奇葩。这位刑部尚书张亮在与帝王开会时，他竟然还在数着念珠。李世民见状也是调侃道：“你既然如此叩拜佛祖，为什么不出家当和尚呢？”此话一出，吓尿的张亮赶紧将佛珠收了回去。不料此时萧雨很不适宜的出言搭话：“我也信佛，我一直想出家为僧啊。”是吗？是。好，我成全你的意思。萧雨懵逼了，自己也只是开个玩笑，陛下您怎么还当真了？于是连忙解释，现在自己70岁正是闯的年纪，他还不能去出家。可李世民已经面露厌倦，根本不想搭理他。萧雨见状也只好无奈退下。而李世民当然知道萧雨是对自己忠心的，可问题是太宗不想留他了。虽说李世民现在的班底牢不可破，不怕他胡乱妄言，但将来新皇登基后，李治未必能经得起他的挑拨。现在让他回家养老，对彼此都是好的。于是李世民不再犹豫，直接让李治起草诏令，言明萧雨自己请求出家为僧，却又反复无常，违背了一个栋梁应有的坚定和见识，因此褫去爵位，贬为商州刺史。父皇，佛真的不可信吗？可信不可信，我不管，重要的是你要有理由处置一个人，明白吗？单纯的李治点点头，表示今天又学到了。然而就在李世民给儿子上帝王课时，这边的高阳公主又搞事了。身为房家的儿媳的她，竟在野外与一名小和尚打情骂俏。得知和尚要去长安，高阳公主甚至还要他上马，自己捎他一段路程。到了有人的地方，我就把你放下来，让你自己走。快上来！你还要拖到什么时候？好，俗话说上马容易下马难。今天上了公主的这匹野马，辩机和尚的命运也将就此改变。